大家好，我是丁丁姐。今天简老师要为大家示范行书初学者临摹的第一本字帖《吉王圣教序》。水彩画家秀珍老师说，写字可以静心沉淀心情。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美红老师是一位非常忙碌的现代女性，为什么她还有时间写书法呢？等一下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好，我们开始写字吧。
概是学了3、4次，可是我发觉他非常有天分，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对书法上的一些疑惑哈。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跟他们聊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珍我从事水彩绘画教学大概有6、7年的时间，那跟简老师学书法，陆陆续续大概也快10年的时间。那以前比较忙碌的时候，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写。那最近因为孩子大了，就是说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在研究这个书法艺术上面。那发现书法真的是比绘画还要难。那难在那个一致性，当下你写的时候就会立即可以呈现出那个效果，但是这是一步一脚印，因为线条的东西就是必须要靠累积，时间的累积。我觉得写书法对我最大一个动力就是说，在忙碌的一天，或是说放假的日子里，就是说晚上的时间来写，我觉得非常的，就是把心情沉静下来。那如果说如果家里能够有家人一起陪伴，或是好朋友一起写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那我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何让书法入门的朋友能够持续的想要去写书法这件事，如何有什么样更棒的、更自然的方式能够持续？你这个问题大概是一般初学书法的人最常碰到的。有的人就学了书法，学了2、3个月，他就不想学了，大概就是碰到瓶颈，没有人引导他继续的再往前走。一般的学习者大部分都是在入门的时候碰到写楷书，写楷书对一个初学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楷书其实是比行书难很多，因为要去练习那个笔法、笔画，还有结构这一类的这个书写的那种精致度，所以他一碰到这个呢，学了3、4个月以后，他就打退堂鼓了，没有那个动力了。如果说入门就从行书来学的话，引起的这个兴趣的那个高度会比较大。也就是说，先让他从行书入门，写的歪歪倒倒，写的大大小小，甚至说笔画分叉，他一定会说我这样写可以吗？老师都画圈，说写得很好，歪得很漂亮，他兴趣就来了。所以，我一般在教学上面，我都希望能够引导入门的人呢，能够让他从行书产生兴趣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为什么他写了3、4个月以后，他就开始要退缩了，他就不想继续学了呢？最大的问题也是他本身的问题，可能他对书法没有天分。他没有天分，他就会学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拢是老师给你嫌吗？然后说你这里也没写好，那里也没写好，连一个圈都没有。其实我当老师的我就很喜欢鼓励学生说，尽量给他画圈，然后画圈就很高兴其实也不是说故意的啦，就是说你学生是必须要老师在后面把你推把你 push， 然后学生就感觉到说，我竟然还可以得到这么多圈，他的信心就来了，这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是算是引导学生持续的走下去的一个方法。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看什么老师的，老师教的方法对不对嘛？有的老师就是他会写不会教也有
啊。但是有的会教，但是写不出来也有啊，所以拜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喝个茶，吃个小点心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，还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